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职场中有句话，能力再强，没有背景也是白搭。很多人嘴上不承认，但心里都明白，在某些公司里，关系网比实力更重要。但谁能想到，当我被逼到绝境时，父亲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小李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周五下班前，刘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面无表情地说出这句话。我愣在原地，试图理解他的意思。刘经理，我明天没有排班吗？不是排班问题。他翻开桌上的文件夹，你的试用期到今天结束，公司决定不与你续约。我感觉一阵眩晕。3个月前，我好不容易进入这家行业龙头企业，每天早来晚走，完成了所有交给我的任务，甚至主动承担了许多额外工作。部门同事都认为我的转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为什么？我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吗？刘经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。你的能力不符合岗位要求，团队配合度也有问题，具体原因人事部会发邮件告知你，这完全是无理取闹。上周部门评估会上，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的工作效率。刘经理，我不明白，上周您还说我表现很好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工作能力和团队融入是两回事。他打断我，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是管理层的共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。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再延长1个月试用期也行？没必要。他站起身，整理文件，示意谈话结束。你收拾一下个人物品，今天就可以办离职了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陷入掌心的疼痛让我保持清醒。这3个月来，我经常看到刘经理和人事总监张总私下密切交谈，两人还经常一起吃饭。上个月，张总侄女也进入了我们部门，虽然能力一般，但被安排了很多重要项目。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在脑海，他们是不是早就计划好要空出我的位置？刘经理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声音有些发抖。我想知道，是不是张总的侄女要顶替我的位置？他的表情瞬间变得警惕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胡说八道，对自己没好处。我只是想知道真相，没什么真相，就是你不适合这个岗位。他不耐烦地挥手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几乎要冲破胸口。3个月的努力，无数个加班的夜晚，就这样被轻易抹杀。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这句话不受控制地从我嘴里冒出来。刘经理冷笑一声，我管你父亲是谁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在这个公司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是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，那我打个电话，我们试试看。刘经理双手抱胸，一脸嘲讽地看着我拨打电话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即将离职的小员工，用家庭背景来威胁他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电话接通了，我直接开门见山，爸，我是小李，我在公司遇到点麻烦，能不能请您帮个忙？听到我这样称呼对方，刘经理脸上露出更加不屑的表情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，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刘经理明显看到我的表情变得放松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对着电话说完，然后递给刘经理，我父亲想和您聊几句。刘经理不耐烦地接过手机，喂，你好，我是人力资源部刘经理，关于您儿子的问题，
公司有严格的考核标准。他的话说到一半，脸色突然变了，他的眼睛瞪大，嘴唇微微颤抖，额头上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。李董事长，他的声音变得尖细，是您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小李是您的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刘经理只是不停地点头应和，脸色从惊恐到惨白，再到勉强挤出的笑容。是，我完全理解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我马上去查。是的，转正肯定没问题。不，绝对是系统错误。当他挂断电话，手机几乎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，他看我的眼神完全变了，充满了恐惧和讨好。小李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是董事长的公子，这都是误会。原来我父亲李明远不仅是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，还是董事会的重要成员。虽然他很少参与日常运营，但在关键决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刘经理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从未想过用家庭背景获取特权，我只想公平竞争，靠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。刘经理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。是，您的能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这次纯属误会，我马上联系人事部更正。他慌忙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拨通了人事部张总的分机。张总，有个紧急情况。对，关于李总。不是，是小李总，董事长的儿子。对，就是今天要离职的那个，立刻取消，马上准备转正文件，越快越好。挂断电话后，刘经理满脸堆笑。李总，真是太抱歉了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您的转正文件马上就会准备好，明天您照常来上班就行。另外，我想邀请您明晚一起吃个饭，也好当面向您赔罪。看着他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，我内心五味杂陈。不到10分钟前，他还高高在上的决定我的命运，而现在他卑微地讨好着我，只因为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份。不必了，我拒绝了他的邀请。我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，先回去忙了。我转身离开办公室，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消息传得飞快，同事们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惊讶和羡慕。短短几分钟，我从一个即将被辞退的普通员工变成了董事长的儿子。回到座位上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父亲发来的信息。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谢谢爸爸。我回复道。记住，能靠自己解决的事，尽量不要麻烦别人，但有些时候，适当利用资源也是一种能力。看着父亲的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3个月来，我刻意隐瞒家庭背景，想要靠实力证明自己，每天比别人早到办公室，比别人晚离开，接受各种困难任务，只为得到公平的评价。我甚至住在离公司很远的普通公寓，坐公交上下班，就为了体验普通员工的生活。而现在，一个电话就颠覆了一切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城市灯火，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第二天，公司的气氛明显不同了。刚踏入办公室，前台小姐就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：“李总早上好。”不用叫我李总，还是叫小李就好。我尴尬地笑笑，快步走向自己的工位。路上遇到的同事纷纷投来好奇或讨好的目光，有些人甚至主动上前寒暄，而这些人在之前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最夸张的是刘经理，一大早就站在我的工位旁等我，手里捧着一份文件和一杯咖啡。李总，早上好，这是您的转正文件，已经处理好了，
他献宝似的把文件递给我，这是我亲自给您买的蓝山咖啡，趁热喝。我强忍着不是接过文件，婉拒了咖啡。谢谢，我不喝咖啡。文件我看一下。浏览文件时，我注意到不仅转正通过了，薪资还比原定计划高了30%，职位也从助理分析师直接升为高级分析师。刘经理，这个薪资和职位，这是张总特别批准的。他连忙解释，考虑到您的能力和表现，完全配得上这个职位。而且公司一直有个优秀人才特别通道，您正好符合条件。我知道他在说谎，所谓的优秀人才特别通道根本不存在，这只是他们临时编造出来的借口。不必了，我把文件推回给他，我只要正常转正就好，薪资和职位按照最初的约定执行。刘经理一脸震惊，李总，这是公司的心意，您不必客气。我说了，按照原计划执行。我坚持道。另外，请告诉大家，不要叫我李总，我希望和之前一样，就当是普通员工。刘经理不解地看着我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他离开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试图专注于工作。然而，办公室的气氛已经变了。我能感觉到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和窃窃私语。午餐时间，几个平时很少说话的同事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吃饭，我委婉拒绝，选择和往常一样，和我的好友小王一起去公司附近的小餐馆。所以，你真的是李董的儿子？小王忍不住问道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小王是我在公司唯一的朋友，我们是同一天入职的，都是应届毕业生。这3个月里，我们互相支持，一起加班到深夜，分享工作心得和生活琐事。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认可，我苦笑着解释，而不是因为我父亲是谁。那你之前租住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每天挤公交，也是为了……是啊。我点点头，我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了解基层员工的真实处境。我父亲同意了我的请求，承诺不干涉我的职场发展，除非我主动求助。小王若有所思，难怪你对工作那么认真，也难怪刘经理昨天突然变卦。不过，既然揭开身份了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思考了一整晚。身份曝光后，我再也不可能像普通员工那样被对待。即使我拒绝特殊待遇，人们看我的眼光也已经变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坦诚地说，但我不想放弃我的初衷。我还是要靠实力说话，不依靠家庭背景。回到公司后，张总亲自来找我，邀请我参加下午的管理层会议，这是从未有过的待遇。普通员工根本没资格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。张总，谢谢邀请，但我认为我还没有资格参加管理层会议。我礼貌地拒绝。张总脸上闪过一丝尴尬。李总，您太谦虚了，您的见解对公司很有价值，请叫我小李。我坚持道，我希望按照正常流程成长，而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获得特权。张总欲言又止，最终点头离开。但我知道，这样的邀请和特殊待遇只会越来越多。下午，我被通知搬到一个更大的办公室。当我拒绝时，人事部的同事一脸为难，这是董事会的决定，我们只是执行。我无奈地接受了新办公室，但拒绝了配套的助理和专车服务。一天下来，我感到疲惫不堪，不是因为工作强度，而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和人们态度的剧烈转变。傍晚，刘经理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这次他带来了一份项目提案。李总，
这是我们最新的核心项目，总部特别指定由您来负责。事情要从6个月前说起，那时我刚刚从名校研究生毕业，怀揣着理想和抱负，准备踏入职场。作为李氏集团董事长的独子，我本可以直接进入家族企业，坐拥高管职位，但我对此毫无兴趣。我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不是靠父亲的名声吃饭。爸，我想靠自己找工作，不用您的关系。在一次家庭晚餐上，我鼓起勇气提出这个想法。父亲放下筷子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你确定？外面的世界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会有困难，但这是我必须经历的过程。我坚定地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没有反对，他只是微微点头。好，既然你想闯，我支持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找工作，但不能去那些明显不入流的小公司，至少要是行业内有一定地位的企业，这样即使失败，经验也是有价值的。我同意了这个条件。经过几轮面试，我成功进入了泰禾集团，一家在行业内颇有声誉的公司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这家公司其实是李氏集团的合作伙伴。我父亲还持有一部分股份，是董事会成员之一。入职时，我特意要求人事部不要透露我的家庭背景，只以普通应届生的身份加入。我甚至使用了母亲的姓氏，避免被认出来。你准备瞒多久？父亲在送我去公司报道的路上问道。至少要等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获得真正的认可。我信心满满的回答。父亲笑而不语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先尝试自己解决。如果真的走投无路，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这句话在3个月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入职后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。作为一名普通员工，我每天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刘经理对我要求特别严格，动不动就批评我，要求我反复修改报告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公司内部的关系网盘根错节，有些能力一般的同事因为有背景，得到了更好的项目和更多的关注，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即使表现出色，也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。这与我想象中依靠能力公平竞争的职场大相径庭。但我没有抱怨，而是更加努力工作，希望用实力说话。在试用期的2个多月里，我完成了几个重要项目，得到了团队成员的一致好评。按理说，我的转正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直到那个周五下午，刘经理突然通知我不能转正，我才意识到，在某些环境中，能力和努力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。父亲在得知情况后，并没有表现出惊讶，他只是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答应帮我解决。你本可以早点告诉我的，父亲在电话中说，何必受这样的委屈？我想靠自己，我坚持道。但这次情况特殊，明白了。父亲的声音变得严肃，让刘经理接电话。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刘经理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，从居高临下的上司变成了卑躬屈膝的下属。这种变化让我感到既解脱又失落。解脱的是不用无端被辞退，失落的是再也无法体验真实的职场环境。身份曝光后的1周里，公司上下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。从前对我爱理不理的同事变得异常热情，主动帮我倒水、拿文件。刘经理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办公室汇报工作，
对我的每一个建议都拼命点头，甚至连总经理都亲自来找我吃饭，讨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让我感到窒息。我开始怀念身份曝光前的日子，至少那时人们是真实的，对我的评价也是基于我的能力，而非家庭背景。适应了吗？周末回家时，父亲问我，说实话，很不适应。我坦白道，我希望得到尊重，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。父亲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这就是我让你去体验的原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身份和背景有时比能力更重要，这是残酷的现实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就这样接受特殊待遇吗？不，父亲摇头。你要做的是在享受背景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只有当你的能力与身份相匹配，才能真正赢得尊重。他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也许我一直想证明的，不是我能像普通人一样工作，而是我有能力担起与家族背景相符的责任。带着这个新的认识，我决定调整策略。我不再刻意拒绝所有特殊待遇，而是有选择地接受那些能帮助我更好工作的安排。同时，我加倍努力学习业务知识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。我要求参与公司最具挑战性的项目，不是为了显示权威，而是为了锻炼自己。我开始与各部门负责人会面，不是为了炫耀身份，而是为了全面了解公司运作。我甚至主动提出去基层部门实习几个月，体验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。这些举动起初让管理层感到困惑，他们期待的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太子爷，而不是一个愿意从基层学习的年轻人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的态度和能力赢得了一些人的真诚尊重。小王是第一个适应新状况的人，他依然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，不会因为我的身份而阿谀奉承。你知道吗？一次午餐时，他告诉我，公司里现在流传着两种说法，一种认为你是装模作样，故意扮演平易近人的角色，另一种则认为你真的想靠实力证明自己。你怎么看？我好奇地问。我相信后者，小王笑着说，因为我见过你为了一份报告熬夜加班的样子，没人会为了演戏付出那么多。他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，至少还有人能看到真实的我，而不仅仅是董事长的儿子这个标签。2个月后，公司年度评选开始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我拒绝了自动晋升的安排，而是按照常规程序参加评选。您不需要这样。人事总监张总一脸不解，董事会已经批准了您的晋升。我知道，但我想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认可。我坚持道，如果我的能力和表现达不到标准，我宁愿不晋升。评选结果出来后，我以最高分通过了考核，获得了晋升资格。这一次，我感到的是真正的成就感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凭实力赢得的认可。转眼间，1年过去了，在这1年里，我经历了从特殊照顾到实力证明的转变。刚开始，所有人都因我的身份而对我另眼相看，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尊重我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。刘经理依然对我毕恭毕敬，但不再是那种浮夸的献媚，而是建立在对我工作能力认可基础上的尊重。他甚至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公开承认，李总的分析报告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，这对我们团队很有启发。这种评价让我感到由衷的满足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去掉董事长儿子的光环，这也是对我能力的真实肯定。
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，他让我体验底层职场的艰辛，不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，而是让我认清现实。他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，不是为了显示权威，而是教会我如何运用资源。他鼓励我在享受背景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不断提升能力，目的是培养我独立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。一天，公司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成立新的创新业务部门，而我被任命为部门负责人。这个决定在公司内引起不小的震动，毕竟我加入公司才1年多，比很多老员工资历浅得多。任命公布后，议论纷纷，有人说这是太子爷的特权，有人则认为我确实有能力胜任这个职位。面对质疑，我没有急于辩解，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提出了详细的部门发展规划，亲自面试和挑选团队成员，不分昼夜的工作，确保新部门顺利运转。3个月后，创新业务部门取得了显著成绩，推出的新产品获得了市场好评，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益。那些最初质疑我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我工作能力的认可。有一天，刘经理来到我办公室，神情有些不安。李总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向您道歉。关于什么？就是去年试用期的事。他低着头。我当时确实有私心，想把您的位置留给张总的侄女。我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我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刘经理，我不在意你当初为什么要刁难我，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无论有没有背景，能力才是最终的立足之本。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似乎真的被我的话触动了。晚上回家，父亲问我对公司的近况有什么看法。比起1年前，我看得更清楚了。我回答：背景和关系确实能带来便利，但最终决定一个人高度的，还是他的能力和努力。父亲满意地笑了：你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。我让你体验普通员工的生活，是希望你了解基层的不易。我在关键时刻帮你一把，是要告诉你资源和背景的重要性。而现在，你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认可，证明了真正的价值，所以这一切都是您的安排，不全是。父亲摇头：我只是创造了条件，让你自己去体验和成长，成功是你自己争取的。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，也更加清楚了自己的道路。今天是我加入公司2周年的日子，也是我正式接任副总经理的第1天。站在宽敞的新办公室里，我回想起2年前那个被告知不能转正的下午。如果没有那通电话，我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没有那之后的努力和坚持，我也不会站在今天的位置上。新办公室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刘经理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。2年过去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主管，也不是后来那个谄媚奉承的下属，而是一个相对真诚的合作伙伴。李总，这是创新部门上季度的业绩报告，需要您过目。我接过文件，问道：小王的提案你看了吗？我觉得很有潜力。看了，确实不错。刘经理点点头，但老实说，如果不是您推荐，我可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这句话让我若有所思。即使过了这么久，公司里仍然存在着这种潜规则，有背景的人更容易得到机会。而我虽然试图凭实力赢得尊重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正是那个身份才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。刘经理，我放下文件，
你觉得如果我不是李董的儿子，现在会是什么情况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但我认为，即使没有那层关系，以您的能力和态度，也会有所成就，只是路可能会更曲折一些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送走刘经理后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楼下忙碌的人群。有多少人和当初的我一样，渴望通过努力获得公平的机会？又有多少人因为缺乏背景而被埋没？晚上回到家，父亲已经在餐桌旁等我。他退休后很少过问公司事务，但对我的职业发展依然关注。听说你今天正式上任了，感觉如何？他问道。说实话，心情很复杂。我坦诚地回答，我知道自己这2年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我始终无法确定，如果没有您的那个电话，我是否还能有今天的位置？父亲沉思片刻，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游戏，每个人的起点和规则不同，有人出生就拥有优势，有人则需要付出更多才能前进。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开始，而是你如何利用手中的资源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但这对那些没有资源的人不公平啊！我忍不住说出心里的疑问。世界本来就不公平，父亲直视我的眼睛。但不公平不代表你可以放弃努力，也不代表你应该为拥有的资源感到羞愧。真正的智慧是在承认这种不公平的同时，用你的能力和影响力去创造更多机会给那些需要的人。他的话让我陷入深思。是啊，我不应该纠结于过去的如果，而应该思考如何利用现在的位置，为更多像当初的我一样渴望公平机会的年轻人创造条件。第2天，我召集团队开会，提出了一个新的人才培养计划，完全匿名的应聘流程，确保每个应聘者都有平等的机会，定期的能力评估，让真正有能力的员工脱颖而出，建立导师制度，帮助基层员工更快成长。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？会后，小王好奇地问我。因为我想建立一个真正靠能力说话的环境，我回答，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，不管他的父亲是谁。当初那个绝望的下午，那句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的问题，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。但现在我明白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的父亲是谁，而是你自己能成为谁。背景可以给你开门的机会，但能否走得更远，依然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。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，我们无法选择出生，但可以选择如何利用手中的资源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获得了一定地位后，是否能够伸出手，帮助那些仍在挣扎的人，让他们也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或许这才是我父亲真正希望我领悟的道理。特权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，而是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